最近，本頻道連續多期解讀了關於星際天體 3I Atlas 的最新觀測數據及影像，深受大家喜愛，全網觀看數已突破100萬。除了感受到大家對外星智慧文明的熱切期待外，很多朋友也提出疑問：3I Atlas 離地球動輒以天文單位計，大家知道，一天文單位約1.496億公里。最近時，與火星軌道探測器仍相距3000萬公里，人類究竟如何發現它、測量其大小、分析其成分？所以，今天不聊 3I Atlas， 我們來聊聊觀測它的這些設備，看看人類是如何布下天羅地網，捕捉這位星際訪客的蹤跡。開始前，先分享一則消息，在阿維勒布教授及美國國會部分議員的敦促下，NASA 近期或將公布10月2日至3日火星勘測軌道飛行器 HiRISE 相機拍攝的圖像。這將為我們提供最近距離拍攝的 3I Atlas 反尾流的測試圖，以及比哈勃太空望遠鏡高3倍的空間分辨率。儘管 HiRISE 圖像難以解析原子核本體，但能通過最亮像素對原子核直徑設定嚴格限制。一圖勝千言。看到這裡，或許有朋友要問，火星圖像不是歐空局 TGO 和中國天問1號都公布了？是的，是公布了，但是火星勘測軌道飛行器 HiRISE 相機分辨率高很多，所以這張圖很關鍵，這是迄今最近距離的高清圖像，公布這張圖很有意義。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及 NASA 迄今停擺已達43天，導致大量數據缺失或遺漏。在此代表廣大熱心追蹤 3I Atlas 的朋友們，嚴厲譴責一下美國政府及 NASA 在關鍵時刻掉鏈子的行為。接下來，先從發現它的哨兵說起 ，Atlas 小行星撞地預警系統。或許有人好奇，這套原本用於監測近地隕石的系統，怎麼能發現遙遠的星際天體 ？Atlas 由美國夏威夷的2座天文台組成，搭載廣角相機，每晚能對可見天區完成2次全面掃描，就像用全景鏡頭持續拍攝天空。它的核心優勢是廣域巡天加動態對比，通過計算機比對不同時間的星空圖像，自動識別出移動的天體目標。2025年7月1日，智利的 Atlas 望遠鏡率先捕捉到一個異常移動的光點，進一步計算發現其軌道呈明顯雙曲線，偏心率 6.23， 完全不受太陽引力束縛，這才確認它是人類第3顆明確發現的星際天體。雖然 Atlas 的分辨率不高，但正是這種大海撈針式的廣域監測，讓我們在茫茫星海中抓住了這顆高速穿行的星際來客。但要摸清這顆星際訪客的長相，還得靠太空裡的觀測老將哈勃空間望遠鏡。服役30多年的哈勃，核心是2.4米口徑的巨型反射鏡，在無大氣擾動的太空環境中，能拍出比地面望遠鏡清晰10倍以上的圖像。2025年7月21日，哈勃首次拍到 3I Atlas 的清晰照片，科學家從中測出了關鍵的角直徑，這顆天體在天空中看起來的大小，相當於3000公里外的一根頭髮絲。結合 Atlas 算出的距離數據，用三角公式就能推算實際大小。最初因彗發干擾，哈勃給出320米到5.6千米的範圍，直到天問1號近距離觀測才最終確認匯合直徑恰好為5.6千米，相當於7個足球場連起來的長度。更重要的是，哈勃的照片清晰顯示出它的匯合與彗發結構，直接否定了外星飛船的猜想。這是彗星的典型特徵，也是人類首次發現帶彗發的星際天體。要知道，2017年發現的奧陌陌就因沒有揮發，更像小行星。哈勃還捕捉到彗發邊緣的細微物質噴流，如同給這顆古老天體拍了張動態特寫，讓我們看清它的表面活動細節。如果說哈勃是用可見光拍正見照，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就是用紅外光做化學體檢。韋伯的專長是觀測紅外波段，這種光能穿透塵埃，而很多宇宙物質在紅外區會顯現獨特的光譜指紋。當 3I Atlas 靠近太陽時，表面冰物質升華形成彗發，這些蒸發的物質會吸收或發射特定波長的光。韋伯的近紅外光譜儀能將光拆解成彩色譜帶，每條暗線或亮線都對應一種化學物質。
在2025年8月6日的首次光譜觀測中，韋伯就發現了大量羥基和水冰信號。羥基是水分子丟失氫原子後的形態，這證明這顆天體在幾十億年的星際旅行中保存了原始水冰，堪稱宇宙時間膠囊。更令人驚喜的是，韋伯測出其揮發中二氧化碳與水的比例高達8:1，鎳鐵比例更是太陽系彗星罕見的10:1。這些異常數據暗示，它可能形成於母恆星系統的二氧化碳冰線附近，或是經歷過特殊輻射環境。這種深層成分分析是哈勃的可見光觀測無法實現的，兩者聯手才拼出了天體的外形加成分的完整畫像。除了太空裡的大眼睛，在火星軌道上，歐空局的 TGO 中國天問1號也加入了觀測行列。天問1號在完成火星探測任務後，狀態良好的環繞器接受了額外任務。2025年10月3日，在距離 3I Atlas 約3000萬公里處成功拍攝影像，這是當時最近距離的觀測之一。這次星際攝影難度極大，相當於在3000萬公里外拍一顆籃球，而目標自身速度達每秒58千米，相對天問1號的速度更是高達86千米每秒，堪比在飛馳的汽車上拍另一輛賽車。更棘手的是，天問1號的高分辨率相機本是為拍攝明亮的火星設計的，而 3I Atlas 比火星表面暗1萬到10萬倍。好在科學家通過反覆模擬優化曝光參數，不僅拍到了清晰的匯合與揮發，還通過30秒連續拍攝做成動畫，直觀展現了它的運動軌跡。這也是中國航天器首次實現對星際天體的探測。未來，木星軌道上的探測器則有望提供更獨特的觀測視角。以朱諾號為例，它能利用木星引力形成引力透鏡效應，就像給望遠鏡加了個天然放大鏡，可拍攝更清晰的細節。更關鍵的是，從木星軌道觀測能獲得與地球、火星完全不同的視角，幫助校準這顆天體的雙曲線軌道參數。星際天體的軌道注定不會回頭，一旦離開太陽系，就再無觀測機會。因此，每個角度的數據都堪稱絕版資料。朱諾號的潛在觀測成果對破解其起源至關重要。地面觀測設備同樣在這場星際探測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面天文台的光學望遠鏡雖受大氣擾動影響精度，但好處是能24小時不間斷追蹤。最早發現 3I Atlas 靠近太陽時亮度增大5倍的現象。而像貴州天眼 FAST 作為世界最大射電望遠鏡，不僅僅是旅遊景點，其觀測方式更為特別，它不看光，而是聽射電信號。FAST 的500米口徑反射面像巨大的耳朵，能捕捉到宇宙中極其微弱的電磁波，即使無法直接呈現天體外形，也能探測揮發中中性氫的射電信號，分析其周圍的磁場環境。星際空間的主要成分是中性氫，通過 FAST 的觀測，科學家能還原 3I Atlas 在星際旅行中與介質的相互作用過程，這對追溯它的誕生地和旅行歷史至關重要。這種射電觀測與光學、紅外觀測形成互補，就像醫生同時用 CT 和血液檢查診斷病情，缺一不可。可能有朋友會問，有了哈勃、韋伯這樣的頂級設備，為何還需要如此多儀器聯手？因為每種設備都有獨門絕技，哈勃擅長可見光高清成像，韋伯精通紅外光譜分析成分，火星和木星附近的軌道探測器主打近距離追蹤，FAST 等射電望遠鏡專攻射電探測場與星際介質。3I Atlas 誕生於30億到110億年前，可能比太陽系還古老，身上藏着銀河系早期恆星形成的秘密，甚至可能有生命前體有機分子，任何細節都不能遺漏。目前 3I Atlas 的亮度為11等，地面上的普通雙筒望遠鏡無法觀測，但用口徑10厘米以上的天文望遠鏡，在光污染少的地方可以找到它的蹤跡。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因 NASA 暫時關門，最新軌道修正數據未能及時更新，目前的位置與亮度預測都是科研團隊根據現有數據推算的，這給觀測增添了幾分不確定性。從 Atlas 望遠鏡發現蹤跡，到哈勃拍清外形，韋伯解析成分，再到各行星軌道探測器的近距離追蹤 FAST 等監聽宇宙之聲，
人類的觀測網絡已捕捉到大量珍貴信息，但 3A Atlas 的終極身份仍存懸念。哈勃拍到的彗發讓我們傾向於它是自然星際彗星，但缺少 NASA 的最新軌道參數與深層分析，仍無法完全排除外星造物偽裝的猜想。這個答案或許要等到12月19日它抵達近地點，結合朱諾號可能的觀測成果以及各設備數據的首次完整匯聚才能揭曉。宇宙中這樣的星際信使還有很多，只是大多未被發現。隨着更多大型巡天空間望遠鏡等設備的建成，未來我們會遇到更多驚喜。而這次因 NASA 關門帶來的小插曲，反而讓這場跨越億萬年的謎題探索更添懸念。12月的觀測會證實它是自然奇蹟，還是藏着外星文明的信號？在12月19日關鍵節點到來之前，你更傾向於 3I Atlas 的真實身份是什麼？如果它真有外星文明痕跡，你最期待發現什麼線索？歡迎留下你的猜想，一起等待這場宇宙謎題的答案揭曉。好了，最後老規矩，喜歡影片記得立即訂閱，狠狠按讚哦！